我这里，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，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，曾经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？用最无辜的表情，谁又在用假象牵你？镜头慢慢推移，我会让你显出原形。谁在背后回应？用最诡异的安静，谁又在不经意提醒？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唐太太，你也想知道彩蝶的下落不是吗？不管那个死者是不是你姐姐，早一点知道不是更好吗？所以我们需要抽取你的 DNA 样本，跟我们发现的无头女尸对比，来确认身份。你没事吧？我吓到你啦？我没事，我还以为认错人呢，想不到真的是你呀！你还好吗？真的好久不见了。嘉生呢？我们都好，谢谢你。前2天有警察来找过我，关问于你们2姐妹的事啊。到底彩蝶怎么了？她真的失踪了？我也不清楚。花蝶啊，你有什么问题要告诉我们啊？老钟到现在很挂念着你们呢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，以后再跟你们联络啊，拜拜。新来的嘛。哎呀，先来又怎样？滚开啦！喂，我们新来的就应该我们先上，这是规矩。不爽了你就滚蛋。姐，算了，让他们先去吧。妈的，还敢跟我大声！哎呦！别打了！哎呀！姐，你一定要再为我跟别人打架了。心地善良是会被人欺负的。你呀，就是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。姐以后要是不在了，怎么办？不准说这种话。傻瓜，怕什么？姐是不会抛弃你的。你答应过我，我们要一起唱歌，一起出名，一起成为新加坡最棒的歌手，你记得吗？当然记得啦，因为我们是蝴蝶姐妹嘛。又想起彩蝶了。那2个警察也是猜测而已，根本没有证据证明那具尸体是彩蝶。你别想太多了。其实，刚才我去做了 DNA 检查。怎么不跟我说？
好让我陪你去啊。可是我做了之后又后悔了。为什么？我真的很害怕，如果毕验出来真的是姐姐的话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接受这个事实。不要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的。嘉尚，不如我们离开这里啊！为什么突然想离开？这2年来，我们都过着很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不想有任何事情破坏我们拥有的一切。我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开心的活下去，好不好？我们2父子已经好久没有坐下来，好好吃东西、聊聊天了。这是什么？现在流行啊，你都不懂啊！你又是要介绍女孩子给我相亲是吗？真是知父莫若子啊，瞒不过你啊。那你慢慢等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先别走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一次这个不得了啊！如果你没有见他一面啊，你肯定会后悔。老爸，你每次介绍给我的都是恐龙之类的怪兽，我见了才会后悔。我知道，以前老爸是比较急性子，没有了解对方就把他们介绍给你。这次不同啊，我肯定这一个是美貌跟才智并重的绝世佳人，是吗？何以见得？他有内涵，谈吐大方，知识渊博，肯定是极品中的极品啊！极品？你以为买茶叶啊？你见过他吗？没有啊，我是通过交友网站认识他的。不过我已经通过电话跟他交谈了1个礼拜了。那你怎么确定他是智慧跟才貌并重的呢？听声音，听声音。我一听她的声音就知道她是个美女啊！相信我的感觉了。那你的感觉是不是那个美女啊？不是吧？果然是极品中的极品啊！喂，小声一点啊！现在我们慢慢站起来，若无其事的往后面走，开溜啊！等，他不是找我们的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吕先生。是，我是吕先生，他也是吕先生。哦，我是大吕，他是小吕，我的儿子大雄，小吕大雄。那到底是小吕还是大雄呢？啊，叫我大雄好了。大雄你好，我是玛格丽叶。好，嗨，请坐。好。坐。玛格丽小姐，今天的节目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吃了饭再出去玩，好吗？好啊，我没问题。我只能陪你们吃饭，我之后有点事情。你还会有什么事啊？还不是回家？如果有空的话，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你是一个女生，邀请你出去，如果你拒绝的话，我会很难堪的。好吧。来，哇，今天晚上玩得很开心吧？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招待。哪里，应该的。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这么早啊？对啊，我要回家喂狗。好，那我们送你啊。不用了，你看大雄都累得睡着了。哎，小吕啊，不要管他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那改天再约啊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哎，你不是醉了吗？
你说我真的怀疑你到底是为了你自己，还是真心帮我找女朋友？小吕啊，你怎么这样说我啊？我用心良苦的安排，都是为了你的终身幸福着想啊！你别为我担心，如果我要结婚的话，我早就结婚了。哎，像她这么一个温柔大方、善解人意、能言善道、能歌善舞、身材高挑、美丽性感的女人，你都嫌弃呀？那你要什么？我不是嫌弃她，我只是对她没有 feel 啊，我抓不到那个 feel 啊。Excuse me. Member? No. 17.9块。诶，你都没有买东西？请问你几时才会有《神探侠侣》第7部啊？买不到你最喜欢的 DVD 吧？这就是你好心做坏事的下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过2天就有货了。为什么我今天要的货都没有？谁叫你不打电话给我？这就是报应。请问你要买的是什么东西？算了。那你要申请做 member 吗 ？No。喂，神探美少女正在忙哦，没办法接听你的电话，请在哔一声之后留下你要说的话哦。哔。爸，医生说你只是身体虚弱，没有什么大碍的，休息几天呢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静怡啊，来，哎，你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爸，你想说什么？哎呀，这么多年，真的辛苦你了。没有啊，哪有什么辛苦啊？你干嘛突然那么肉麻？好，不说这个。静怡啊，爸爸研究那么多年，我的计划就快要成功了。什么计划？那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呢，其实有多重的空间的。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穿越到另外一个空间去。你是说真的？这么多年了，也是时候让你妈妈来陪陪我。爸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哎呀，你紧张什么啊？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说真的，我没事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还是觉得今天有一点怪怪的。你现在才知道，你老爸我有点怪怪的。哎呀，我是说真的。哎呀，我也是说真的，我真的没事了，你回去吧啊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乖乖，晚安，好好休息啊。小朱，你爸呢？你今天放假，你没事吧？
你还会关心我啊？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胡花蝶已经做了 DNA 检验，报告出来了。我们已经证实，她跟吴桐女士是亲属关系。真的？那不就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吗？吴桐女士真的是胡彩蝶。那胡彩蝶是被人谋杀，最大的嫌疑就是花蝶跟嘉生啊。要不要把他们两个抓回警局审问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。不过我已经向几个方向进行调查，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唐家生的车子。没错，当时彩蝶的尸体被肢解，一定需要一部车子来搬运的。如果他们两个是凶手，那车子很有可能会有线索。我已经叫大力志去调查这件事了，不过我需要你回来调查其他的事情。你明天会回来上班吗？我干嘛跟你说那么多话？我到现在应该还在生你的气的。我只是想帮你父亲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那我问你，你帮了什么忙？你知不知道你害我爸住进医院？他没事吧？我爸本来好好的，开开心心过日子，偏偏是你吃饱没事做，自以为是跟他乱说话，搞到他现在好像正常，又好像不正常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总而言之，如果你要我原谅你的话，就帮我爸恢复以前的样子，让他相信我妈现在还是活着的。你爸生活在一个妄想的世界里啊，这是不正常的。难道你希望他一直这样下去吗？如果现实对他是这么痛苦的话，我宁愿他永远都活在幻想中。人是不能这样过的，就算不是我，总有一天他也会清醒过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还是不肯帮我了？我认为我没有错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无话可说。生病啊？我没有事，是我爸生病了。他还好吧？他好很多啦，我可以查定。你是故意穿到这个样子来上班的？喂，我在跟你讲话。干嘛？变成哑巴了？小猪，你在搞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只对他做出沉默的抗议。抗什么议？是吗？我看你能沉默多久。这已经查到了，唐家生是在2006年5月2号转卖车子的，他现有的车子是在1年前买的新车。卖给谁？现任的车主叫黄国明，这是他的地址。小朱，跟我来。王先生，你汽车的零件有换过吗？我买车的时候车子还有新，所以都没有换东西。去旅行，请问有什么事？我们已经证实吴桐女士的身份。你们确定是彩蝶？唐太太做的 DNA 检验已经证实她跟死者是亲属关系，加上尸体左脚踝骨裂，腹部缠了这蝴蝶图案的纹身，我们确定她就是彩蝶。那彩蝶是被谋杀的。我们需要你们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2006年1月19号，就是你搬家的前一个晚上。当时你在哪里？做了什么？当时
我和花蝶商量好要搬家，目的是为了逃避彩蝶。你为什么要逃避彩蝶？那时，因为彩蝶妒忌我和花蝶在一起，情绪常常失控，还多次殴打花蝶。我们不想报警，所以只好避开他。你们的邻居说，那天他有听到吵声，是不是彩蝶跟花蝶在吵架？彩蝶发觉我们要逃避他，所以又吵了起来。那后来呢？当时我不在场，听花蝶说是他自己离开的。那你最后一次见到胡彩蝶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在06年2月期间的事吧，我不是很记得了。当时你记得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好像已经冷静了下来，还向我道歉，还说他要出国散散心，但却没有说要去哪里。后来他就失踪了。我们查过你的医药记录，你是在2006年1月22号住院，一直到4月20号才出院。这段期间，你怎么可能见得到彩蝶？难道他去医院探访你？应该是吧。那段日子里，因为我头部受伤，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，我不是记得很清楚。医药报告说你头部受伤，有短暂性的失忆症状。那你还记得你为什么会受伤？我是掉进水沟里撞到头部受伤的。警察在2006年4月13号找到彩蝶的尸体，当时法医已经证实彩蝶在1月左右就已经死了。你怎么可能在2月的时候见到彩蝶？所以你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1月19日，也就是你们搬家的前一晚。当天你把彩蝶给杀了，然后拿去埋尸，是不是？不，我怎么可能杀死彩蝶呢？不是我杀的。如果不是你杀的，那花蝶就是凶手，你们是同谋。你胡说！花蝶这么善良，她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冷静点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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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会怀疑我们是凶手？实在太离谱了。我们在你2年前开过的车子车尾箱内的毛毯上验出了血迹，而那个血迹是属于彩蝶的，你怎么解释？如果唐家生没有杀了彩蝶，为什么他的车子里有彩蝶的血迹？我不知道，不过家生不可能杀人的，他更不可能杀死我姐姐。彩蝶曾经殴打你，他也说要杀你。唐家生为了保护你，所以把彩蝶杀了，这就是他的动机。不是，家生不是凶手，那谁是凶手？难道是彩蝶把自己砍成7、8块，然后掉进唐家生的车厢里？唐太太，如果你真的要帮你丈夫的话，请你把事情说出来。家生不是凶手，是我杀了姐姐。好，请你把案发的经过告诉我们。站着！你要去哪里？姐，你打算抛弃我，跟家生一起离开？我知道我们这么做很对不起你，不过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男人抛弃我？我是你的亲姐姐啊！花蝶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们都说好了，我们要成为最棒的歌手，我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。对不起。不要跟我道歉，是姐对不起你，是姐对不起你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姐，你不要这样啊，你起来呀！不要，你不可以为了一个男人抛弃我。自从妈走了以后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不可以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。你每次都说你不会再犯，不过每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就控制不了自己，我已经受够了。你真的决定要走？我不会让你走的，家生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它是属于我的。你放弃这我很痛啊！你个贱货，居然敢抢我的男人！哎呦，你要走是吗？啊？你走！
想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放下刀啊！这样永远都走不了。贱货！不是我一杀是我姐姐的，真的是意外。过后呢？当我发现姐姐已经死了，我也想过报警自首，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承认，我竟然杀死了我自己的姐姐。所以你就肢解尸体。先把她的尸体摆在不同的地方，然后把头跟手指丢进大海里。你为什么不把其他部位丢进大海里？这么麻烦，再回去把尸体埋起来。当时我的心情真的很乱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怎么可以隐瞒姐姐的身份？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？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根本不关车生的事啊，他是无辜的。好，案发的时候，唐家生在哪里？当时他去买机票，不过在回来的途中，不小心摔进水沟里。当时没有人发现他，直到他一醒来就自己走回家。2天后，我发现他的情况不妙，就带他到医院去检查。唐太太，如果当时你以自由杀人作为你的辩护的话，可能没那么严重。可是你肢解尸体、隐瞒案情，现在是罪上加罪。太迟了，一切太迟了。花蝶，是我这么傻？为什么把所有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身上？我以为我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隐瞒你。可是我真的害怕坐牢，我不想和你分开呀。加上你原谅我吗？我没有怪你。如果真的要怪，就怪我破坏你们2姐妹之间的感情。不要这么说，可以嫁给你，是我这生中最快乐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你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知道吗？我不害怕，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隐藏了太久。现在也终于可以把它说出来，真的松了一口气。你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走吧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。花蝶，花蝶，花蝶。以前她们2姐妹感情那么好，没想到最后会搞到姐妹相残，真是太意外了。尤其看到胡花蝶这么娇弱的人，竟然也会杀人，
而且还肢解尸体。这个世界真的什么事都能发生。说到底，如果那个时候他肯自首的话，就不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啦。看到2个这么相爱的人从此相隔一方，真是很心酸啊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就教训我们：如果犯了错，就要及早认错，不要等到事情无可挽救的时候才来后悔。Sir， 资料已经整理完毕，可以送进资料室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案子有疑点。什么疑点？如果花蝶决定把尸体埋葬，那他为什么要兜回去把头跟手指挖出来丢进大海呢？可是他并没有在口供当中说出这一点呢。这就是疑点了。很明显的，他要隐瞒这个事实。想知道？开口问呢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问他喽。拿一盒资料，跟我来。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让你父亲知道现实，我有一点点的不对 ，OK？ 还有，你父亲进了院，我很过意不去。我又没有做错，干嘛要道歉啊？我让步已经给面子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字写错了，不会写就不要写，就写得这么难看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你别担心。其实啊，我没有那么爱跳舞，不如我们就喝喝酒、聊聊天吧。其实我比较喜欢唱歌，我们去唱歌好吗？也好啊。果然是美女哦，想不想认识人家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她很面善。你等一等。我去上一下洗手间。好。喂，季青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进鱼题的那个于医生啊？是啊，就是大雄喜欢的那个于法医啊。好好好，那你把他的照片传过来我的电话。现在哦。糟糕了，迟到了。你说医生会保护手术的时间内。难道真的是报应啊？喂，老爸，什么事啊？我在爸爸，你快点过来。去了。你不来你会后悔啊！我管你要介绍什么绝世佳人还是现代恐龙给我，我不想去啊。那好吧，我就帮你把于医生送回家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哎。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闷酒，定是有心事。你过去跟他聊聊，开解他一下。现在是出击的最佳时刻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小李，余家靠你呢。干嘛一个人喝闷酒啊？我跟他一起来跳舞吧。现在我们要去唱歌了，好好把握机会啊！
来，走吧，子哥。加油啊！知道了。嗨，这么巧啊？是你啊！又一个来跟踪我。我没有跟踪你啊。巧遇就巧遇吧。还有喝酒。好，vodka。给我多一杯。你不是说要陪我喝酒的吗？再来一杯。给我一杯不如不。你常一个人来喝酒吗？抱歉，我问太多了。我问你，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？人活在世界上，应该有他自己的意义吧？我想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扮演的角色。那你扮演什么角色？我扮演的应该是陪酒的角色吧。对不起，我以为自己很幽默。你是为自己而活，还是为别人而活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是为自己而活。不过有时候我想，如果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心爱的人而活的话，那会更有意义。其实，我一直在找那个人，一个可以让我为他而活的人。你同意我的看法吗？人为别人而活是很累的事，活在现实生活里也是很累、很累的事。如果我可以活在梦里，活在一个很僻处的地方，那看有多好。难道要在梦里才会快乐吗？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不会知道的。那你经历过什么痛苦啊？你去哪里啊？回家。啊，门口在这里啊。来，小心。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啊！不客气。你要不要进来坐？你今晚真的很寂寞，进来陪我好吗？你在干嘛？没事。我问你要不要进来坐？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进来啊，陪我再喝酒。哎呀，这么晚了不方便吧？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我们改天再喝。那好吧。Good night。于大雄，你这个笨蛋，在想什么？
起了，我没有办法带妈来看你。她的情况越来越糟了，很快的，她就会忘记所有的事。或许，让我当做你还在，对她比较好。 我希望你不是故意不接我的电话。没有啊，我睡着了，所以没有听到。如果你要逃，最好逃到我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。你相信我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逃避你。好，那你应该知道我要问些什么了吧？还是没有进展。看来我还是不要指望你了。 你再给我多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查出来的。你就让我帮你，好吗？我再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你在骨灰堂。已经16年了。 其实我也不想给你这么大的压力，可是已经这么久了，该完成的事一定要完成的。我明白。那好吧，再联络。什么事？我妈妈不见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她不在房里啊，她的拖鞋在这里啊。别生气，我会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，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。